今日我回青丘见到几位哥哥了，二哥已经答应我去跟爹娘说，如果没有大差错的话，9月初2那天我们就成亲了。芊芊，9月初2怕是不行了。为何？我得下凡去历个劫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去历劫？此次下凡，和东海瀛州那4头凶兽脱不了关系。虽然我毁了神之草是一件大功德，但是杀了那4头凶兽，这是一件大罪过。毕竟他们体内有附身一半的神力，如此功过相抵，还余下不少罪过。我便得接受惩罚，下凡去历劫。竟然是因为那4头凶兽。当初他们伤了阿爹的时候，我就十分不待见他们。看起来，他们真是与我命中相克。所以，你这一去要多久呢？在凡间历60年的生死劫，算起来，也不过与你分开2个月罢了。要2个月啊！你8月初下凡历劫，2个月的话，我们就将婚期挪到10月份吧。10月的话，小阳春也是好时候。只是，虽然对我来说是2个月，对你来说可是漫长的一生。司命给你写的契约你可看了？他不会给你写一个3角4角的多角情吧？此次并非司命写的故事，而是按照天君的意思，在我运部上留白。意愿如何，端看个人的造化了。留白？也就是说，没人知道你将历经什么？不错。那我要嘱咐你几句。你说。就算你这次下凡，会忘了身为9重天太子的身份，忘记了洗污宫里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正妃，你也万不能娶别的女子。其他的我倒不怕，我就怕你这次下凡历劫惹一些不相干的桃花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那若是我在凡间真的惹了桃花，你便如何？若真有那个时候，我便将你抢回青丘，锁在狐狸洞中，让你日日只能看见我一个人，让你用膳的时候看着我，看书的时候看着我，作画的时候也看着我。若真是如此，我倒想你现在就把我抢回去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待你历劫回来，就来青丘寻我。到时候我们就不走那些婚嫁礼俗了，就随了青丘的规矩，将你锁回狐狸洞。好，芊芊，我们睡吧。四哥，帮我个忙吧。怎么，刚不还一本正经的样子吗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？小事小事。哦，能跟天族太子有关的事，怎么样都算不上是小事吧？你怎么知道跟他有关？能让你露出如此小女儿娇态的，除了他，别人我还真没见过有这个本事。好了，你最厉害了，就是他。四哥，你能不能帮我瞒住7、8炷香的时间？我想去一趟凡间，瞧一瞧夜华。你这么费心的做这个，就为了这一点事儿啊？该不会是怕让你的那些师兄们知道，笑话你儿女情长吧？哎呀，四哥，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做的这些，自然是跟我那些师兄毫无干系了。我不是担心师父吗？我怕师父他担心自己的胞弟在凡间历劫，想去瞧一瞧。你也知道，这凡间浊气多重啊！师父去了，不是有碍仙体恢复吗？
四哥，你这么想我，可真是高估我了。我脸皮这么薄。若是允你7、8炷香的时间，今夜我就无需睡了，顶多允你1炷香。夜华他也不过就是下个凡去立个结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你都要跟上去，跟得也太紧了吧？那咱们说定了。顶多1炷香的时间，要不然莫拐哥哥亲自下去提你。四哥，你看，昆仑虚下雪了。你跟哲言这是第1次一同前来吧？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，昆仑虚的雪景四海闻名。别说这下雪了，就是下火我也懒得去看。1炷香就是1炷香，等我赢了哲言，你就要回来。不对啊，怎么算的小太子也不过10岁出头，他下凡能做什么？算了，让那老凤凰先等一等，我下去看个热闹。昔栾武子无一族之田，其功不备这凡间倒与昆仑虚一般，也下了雪。顺其宪则，使悦于诸侯，诸侯亲之，戎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救，以免于难。昔栾武子无一族之田，其功不备其身其德行，顺其宪则，使悦于诸侯，诸侯亲之，戎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救，以免于难。停！赵哥，你站起来，继续往下念。是。姬欢子交太奢侈，贪欲武艺，略则行志，假待居会，宜及于难，而赖武之德，以没其身。都说太子夜华师从慈航真人和元始天尊，兼顾道法和仙法，是9重天上从未有过的神通。凡间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太容易了。太没规矩了，竟然还在书院就敢欺负少爷！就是啊，忍了他们10几日了。走，教训他们去。走。不必。天君对自己的孙儿竟是如此狠心，连凡间礼节也要让他失了手臂。真是好人多受罪啊！你说少爷那么好，老天爷怎么能舍得让他少一个胳膊呢？出什么事了？出事？啊，只是在做梦啊！唉。喂。我竟不是在做梦。你可认得我？不认得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呢，我本是青丘的一位小仙，
亏得天机，知道在10年后，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，所以今日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。我是你日后的夫君。怎么看你这般神情？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？你很好看。此话可当真？我虽见的女子不多，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。哎，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？你我日后有注定的夫妻缘分。我这里有一串珠子，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，便让他陪着你好吗？我这里有一个玉佩，送给你。这个送给我的？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。好，我也会日日带着它。那我们便说好了，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。我一有空呢，就来看你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便嫁给你。啊？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，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。我不过是担心他在凡间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罢了。都说我们白家最善及的是二嫂，我总觉得你更胜过她呀。四哥，我与你说你也不懂，这天上地下，就你最不懂女人。哎，少爷，你醒了啊？青秋。少爷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一个叫青丘的地方。青丘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我日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，也没听到过。少爷，还是别找了，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。夫子也没听说过吗？没有，我平生阅书万卷，从未见过青丘二字。那我们便说好了，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。我一有空呢，就来看你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便嫁给你。月华，你幼时就是这样喜欢读书，没想到到凡间了，还是没变。小郎君，是你画我。小郎君，你是何人？你不认识我吗？
娘娘，君上他喝了忘川水，自然不认识你。娘娘就不要伤心了。不，我晓得他不记得我，只是我看到他如此年岁的模样，想起了当初我们在天宫里的日子。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凡人素素，也没有青丘白浅，整个九重天能陪着他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是啊，奴婢从那时起就伺候娘娘，还记得大殿下要娘娘陪君上，做君上的玩伴。那个时候娘娘还喜欢逗趣，常逗得君上皱一皱眉，可爱的紧呐。是啊，夜华她从小就十分漂亮，不太爱说话，也不太活泼。我每每要逗她许久，才能抖出她一句话来。从夜华一生来，我便陪着她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我倾心待她，将她看得比我的命还重。那些女人如何能跟我比？少爷，读书太久了，也该累了，明日再读吧。啊，老爷。父亲。又在用功啊！为父也不知积了什么德，能有你这样上进的孩子。我们柳家以后啊，就靠你光耀门楣了。来，这是你的表姐，名叫素锦，这几日啊，就住在我们府中，给你做个玩伴吧。喂，你不和我打个招呼吗？你是哑巴吗？后面有书，你可以自己去看，不要来打扰我。刚入开学，课业就如此忙吗？看你都淋湿了，要生病了可如何是好？下雪了，你不出去看看吗？小书呆子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爹娘告诉我，你爹向我们家提亲了。荒唐！我现在就去退婚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就是要嫁给你。你这是拿着这个，究竟是谁送给你的？你给我！不给！给我！不给！你给我！不给！你还给我！不给！你还我！少爷，怎么了？还给我！夜华，你给我回来！表小姐，你发什么疯呀？谁是夜华呀？你怎么敢跟少爷这么说话？少爷这脾气，连老爷和夫人都得让着他呢，你怎么敢动他珠串呀？动什么也不能动那个呀，那可是少爷的命根子呢。这是谁送给他的？说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和什么青丘有关。青丘？表小姐知道吗？少爷这些年寻遍了古籍，都没找到那个地方。你要真知道，赶快去告诉他，他肯定高兴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真的？那你快去告诉他，少爷一定会感谢表小姐的。
不，我不会告诉他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他什么是青丘。娘娘，疼不疼啊？娘娘，你歇一歇吧，你都连着雕了2日了，这眼睛再雕下去，怕是要瞎了。不，我要是再不把它做完，怕是就来不及了。心奴，你看，这个木人像那个凡人素素吗？娘娘，本宫在问你，像还是不像？已经有7、8分像了。至少要有9分像，才能瞒得过君上。心奴，你看，像不像？像，如今已经有9分像了。娘娘。这是本宫用仙法幻化出来的，撑不了多久就会消散，和当初夜华想用劫魄灯造出来的不同。娘娘，您费了这么多日子造出这个来，又有何用啊？让他在凡间陪着君上历劫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让他去凡间陪君上。我不是和你说过，那个白浅和我一样，最大的弱点就是爱上了夜华。只要爱上夜华，就一定会妒忌，和我一样妒忌当初素素和夜华的种种。我要让那个白浅知道，他不过就是素素的替身。青丘上神又如何？到头来，还不是做了这个死去凡人的替身，和这个木头人没什么区别。娘娘是想让他扮作素素的样子，陪在君上身边，让那个白浅难受。不错，我当初对素素有多介意，白浅就会有多介意，这和是不是上神没有任何关系。
你从今日起，日日守着这个女人。若是看到白浅上神去看望君上，立刻来告诉我。是。抬起头，让我看看你。那个女人可不是像你如此温柔，她性子可刚烈得很。不过没关系，君上在凡间已经失去了所有记忆，不会记得那个凡人如何。你从今日起就叫素素。是。哎呦，真热了！我家少爷刚中榜首了。我家少爷给大家发喜饼了，大家过来领一下吧。官人，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，你虽与他很像，却不是他。官人，可不可以请您发发善心，将我买下来？我现在需要一笔银钱，去安葬家父。既然小女和官人心中的那位女子极为相似，可不可以看在这缘分上，帮帮小女？少爷，我们回去吧，像这种人大街上多的是。官人，你拿着吧。谢谢官人。你家中还有其他人吗？没了，再无其他人。那你将你父亲安葬完，就来我府上吧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家少爷是状元郎，怎么会骗你？谢谢官人。算来夜华如今已该18岁了，不晓得夜华在凡世里这般年纪，会是什么模样？啊，这位小哥，啊，柳家公子可在？你找我们家大少爷？对，我找赵哥，他在吗？不在，他早就搬走了。这里不是刘府吗？他能搬去哪儿？自然是出去独自立府了。他才18岁，就独自立府了。我们家大少爷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神童，12岁就入了太学。5年前，皇帝爷爷开恩科，少爷随便一考就中了个头名状元。从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云，如今已经做成了户部的尚书大人，真是天纵奇才啊！姑娘，你若是寻他，就要去尚书府了。夜华，你还真不愧是天族太子，就连在凡间也是寻常人比不上的。大人，为了今夜这枝桃花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大人近日咳嗽得越发厉害了，郎中都说了，
大人您不要过度忧思了，不然会伤了身体的。我不是忧思，我是相思。6日不见，他当我的定情物白送了，果然给我惹了乱七八糟的情债。夜华，夜华，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？夜华。 多日未见上神，素锦在此给上神请安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？上神可是糊涂了，这隐身的术法本就是个障眼法，障得了凡人的眼，却障不了神仙的眼呀。方才我在云端看见此处金光闪闪，下了云头来寻，果真猜得不错。 你又怎么会在此处？君上一人在凡间历劫，素锦担心君上寂寞，就特意做了个他心心念念的人偶陪在身边。今日下来，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人偶，他将君上照顾得好不好？我刚才没注意，竟没看出这女子是披了人皮的人偶。你有心了。 上神可知，素锦是照着谁的模样做的这个人偶？上神可听说过素素这个名字？你说的是阿离那个跳了诛仙台的亲娘？ 不过上神无需介怀，如今君上他只是个凡人，他是看不出他对面坐的是个人偶，能让他得一个成全，把心心念念的梦想给圆满了。待君上回归正身，依照君上的脾性，就算这个人偶长着素素的脸，他也是不会把一个人偶放在眼中的。你这分明是告诉我，夜华他现在。 已将这人偶放在眼中，你就不怕夜华他回归正身的时候，想起你诓他这一段，怪罪于你吗？啊，素锦不过是做了个人偶，放在君上府前的街市上，是君上一眼便相中了他，将他带回府中。若日后君上怪罪素锦，那素锦也无话可说了。 可见，若真是将一个人刻进骨子里的喜欢，那即便是喝了幽冥司明主的忘川水，也还是能留得印象，转回头再爱上这个人的。这件事情，你倒是很有体会。素锦对君上一往情深，这九重天上的人都很清楚，自然是深有体会。对了。 上神可知道，君上这300年来一直在用劫破灯，劫素素的气息。这件事情本上神自然清楚。素锦，在这些小辈中，你最识大体了。我看你这人偶做的倒是细致，你也真是用了心了。 有他照顾夜华，我也省了不少麻烦。他日夜华回归正身，想要怪罪于你的时候，我也会替你说几句好话。素锦谢过上神。那素锦先告退了，
夜华，那日夜里我问你可否记得我，你全然没了印象。可即便是喝下忘川水，你却忘不掉阿离的凡人娘亲吗？你不是在昆仑虚吗？怎么忽然来桃林了？四哥，你可晓得阿离的凡人娘亲？我倒是听折颜提起过，他仅在天宫与这个凡人有过一面之缘，后来听说早早就去了，留下小天孙一个人。怎么，你没问过夜华？我自打知道夜华爱过一个凡人，我就一直不想提起这件事，所以没有问过他。这人都没了，你还计较什么呀？我也觉得同一个死人置气很没意思。那你还哭丧着脸干嘛？四哥，夜华最初同我说他喜欢我，他说我便听着，可从来没有想过，这四海八荒一众女神仙里，他为何偏偏瞧上我？瞧上就是瞧上了，情爱这个东西哪儿那么容易猜想啊？这东华帝君明知道他和凤九没有缘分，为何还要和凤九在凡间牵扯呢？四哥说的是，但是后来我也喜欢夜华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我也没想着再问他这个问题。现在仔细想想，我在东海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就把我认作了团子的亲娘。四哥，您说如果夜华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那我跟一个替身有什么区别呢？夜华爱那个凡人爱了300年，这300年来，他一直都情深似海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怎的一见到我，就移情别恋了？我与夜华也仅有过数面之缘，若论了解，你理应了解得更深一些。他对你是不是情真意切的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你自己难道就没有感觉吗？要不是今夜，我看到夜华与团子娘亲的人偶如此亲近，我是还可以骗自己，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我爱夜华是因为我爱他这个人，但如果夜华爱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他对那凡人的相思不得，转而求其次才找的我，他这种抬爱，我实在受不起。你还是活得太短了，有些事情深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夜华平时待你如何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与一个死掉的人计较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是，我不该活得这么糊涂。小五，哎，丫头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一阵风一阵雨的？前一阵子不是顺风顺雨，又要嫁人，师傅又回来了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吗？这天祖果然是和我们青丘相克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唉，不知道，这小儿女之间纠缠的心思，
搞不懂。不懂就对了，让他们自己去瞎折腾吧。先把药喝了，熬了3、4个时辰。又吃药？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在昆仑虚下棋赢了你，故意往药里放了什么特别苦的东西吧？真真呐，真真，从懂事开始就总是喝药都是这样，老说我在里边放了特苦的东西。那特地跟昆仑虚弟子讨的上好的桃花蜜。你把我当1岁娃娃哄啊？吃药配花蜜？好吃。娘娘，如何了？白浅上神亲眼看到那个人偶和夜华在一起，虽然看着很是淡然，却瞒不过我的眼睛。那个女人的弱点，终于让本宫找到了，让她离开君上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恭喜娘娘！去给我倒杯热茶。是。姑姑可要用膳。若说我会有不恨你的一日，怕也就是今日了。君上爱你入骨，想必你也不想看他娶旁人入这洗梧宫吧？素素，娘娘，若是君上回来，小的娘娘做个人偶骗他，怪罪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哼！我这一族7万年前是为了天族被灭，退1万步，君上还需要留下我来稳住各分支部族的首领。有天君在，有这么多分支部族的首领在，放心，本宫不会有事。是。姑姑从十里桃林回来了，这都睡了2日了。是啊，姑姑，姑姑，抬点酒进来。
就来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几日前，我问夜华认不认识我，他说他不认得。然后呢，过几日，他就将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了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喝了忘川水，记不得姑姑也是应当的。记不得？那你可知道，他带回去那个女人，长得与团子的亲娘一般无二。素素，你也知道素素？我当初在天宫的时候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在天宫用劫魄灯造素素的骨血时，我以为姑姑心大，不会计较。不计较，那是因为我傻。我觉得前尘往事嘛，不必太在意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他不认得我，却认得那个女的，我才知道，他放不下的是旁人。